大家好，爱是世界上最简单的存在，因为爱就是一道电光火石的火花而已。一瞬间的触动，有时就是一辈子的托付了。爱也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存在，因为爱是人类已知的数理化元素表，所有的科学、所有的超算、所有的 AI 都压根儿无从解释的超级玄幻的化学反应。然而呢，爱再复杂、再长阔高深，也是一种内在的参悟、读懂和觉醒，如同云飞的爱一模一样。人世间真正的爱情，如同云飞，真的很简单，那就是一见钟情、两情相悦、三生三世、四季相守、五湖十烂、六六相挺、七年不养、八方海枯、九死而不悔。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为了谢允，我可以干尽天下傻事。您还记得这一句有匪的经典台词吗？这句话说的特别的简单干脆，质朴到渣。然而呢，这就是明晃晃的爱，无杂质的爱了。这就是一种义无反顾、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飞蛾般的炙热的爱了。这爱就是感动了天底下无数人的云匪之爱了。如果您已经反反复复刷屏了不止2回有匪了，不妨在视频的最后继续的沉浸一把被屏蔽掉优美旋律的那云匪之爱。从屏幕到现实，再从现实到屏幕，你会发现其实万变离不开其中，最美离不开云匪。艺术与爱情永远都是生活当中的提纯和最美好的想象。作为一枚直女，对于爱情老是反应慢半拍的那个周匪，在开窍之后，终于突然间明白了自己对谢允的心思意念了，也开始变得主动了起来了。跟着呢，两个人离开了蓬莱之后，来到了谢允自幼生活过的地方健康。在买衣服的时候，懵懂的店家把云匪当成了夫妇了。结果呢，深知自己的时日无多，不愿意拖累周匪的谢允赶紧去否认。这个时候，周匪却又大大方方的承认了。接着呢，他们两个爬上了高楼，看着健康的夜景，享受着彼此二人的最美的时光。这个时候，周匪做出了一个出乎常人意外的大胆的举动，那就是主动的亲了谢允。爱真的是无分先后，无分地点，无分缘由，爱有时候就是情到浓时。没人想得到的是，他们两个人的吻戏一下子就来得如此的猝不及防。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二人那个首先采取主动的，居然是女儿身的周匪这一方。不得不说，这种落落大方、敢爱敢恨、丝毫不做作、有主见、有观点、有能力的女主人设，太过的讨人喜欢了。这个动心的时刻，让云匪这一对 CP 的爱情看起来真的是那么的美，很虐，很虐。尤其是谢允，即便他的一生受尽了坎坷，结果呢，遇上了对的人了，于是乎他的人生就顺势的攀上了巅峰了。他们的恋情真的是很甜，他们的爱情明晃晃属于一见钟情、两情相悦、三生三世的超典型的代表范畴了，而不是一个人的单相思或者傻大姐的混不知。一见钟情、两情相悦、三生三世，明晃晃是爱情最美好的浓缩的一面了，也是成功率极高、时效性极长的一种。也就是四季相守、五湖十烂、
六六相挺，7年不养。从云匪生死不离、九死不悔的爱情，新闻我可以简简单单的总结出人生最美爱情观的3大特征出来，值得大家伙一块儿去探讨，一块儿去分析，一块儿去珍惜。第一就是两情相悦，彼此珍惜。在云匪的爱情世界当中，其实是谢允率先动了情的。在洗墨江上，他出手救周斐的那一刻，他其实就已经喜欢上了这个可爱的姑娘了。在霍家堡重逢之后，他们2个相处了好长的一段时间。谢允对周斐的爱意算是越来越深的了，以至于无论周斐怎么去对他，他都无法真真正正的去生他的气的。而且呢，爱上周斐之后，谢允为周斐做了很多的事情。在周斐遇到问题的时候，这个谢允为其想方设法出谋划策。周斐坚持要跟杨锦去比武，于是谢允虽然为周斐不爱惜自己的行为感到生气，但是呢，谢允还是恪尽全力去帮他战胜杨锦。为了帮助周斐守住自己的48寨，谢允不顾透骨青之毒的严重的后果，使用了推云掌，导致自己陷入到了危险当中了。可见这2个人从一见钟情到两情相悦，一直都是真真切切的生活在了彼此无猜的那一种真爱之间了。以至于谢允为了周斐，可以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只是希望他能够过得开心和幸福。而周斐为了谢允，也同样的可以甘心情愿的付出自己的一切。因此他落下了为了谢允我可以干尽天下傻事儿，这种质朴无华却又瞬间升华的肺腑名言出来了。于是乎，雪山采药，周斐可算是历尽了千辛万苦了，算是九死一生，九死而不悔了。他只是为了给谢允求来一丝的生机而已。实际上，在原著当中，闯奇门、采朱门草同样也是周斐自己干的。宫崎骏说过，在茫茫人海中，相遇、相知、相守，无论谁都不会一帆风顺的。只有一颗舍得付出的、懂得感恩的心，才能拥有一生的爱和幸福。这就是一见钟情，两情相悦，这就是三生三世的基石和底调了。可以说，云匪的爱情观从一开始，2个人收获的就是将心比心、以心换心的真爱了。走到现实生活当中去，恰恰好，无论赵丽颖还是王一博，恰恰都是将心比心、以心换心的人版。您说这是不是巧了？您说我说的对不？我在之前的几期视频当中都深入探讨过了，施比受更有福的人生的真意，这就是爱情观的广义的延伸了。如果我做不到付出，做不到感恩，只想着索取的话，只知道心安理得去享受别人家对我的好的话，那么就算对方一直对我的感情都是真，都是深，然而呢，最终也会败给我的贪婪和私欲了。你说我说的对不？爱情需要相互的付出，需要同舟与共济，需要互相的扶持，而不是去计较得失。因为计较得失，
往往就是爱情的裂痕的开始了。第二就是六六相挺，不言放弃。谢允在毒发之后命悬一线，随时都极有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因为透骨青是天下奇毒之首，解药在哪儿呢？谁也不知道。因此呢，要救谢允，希望是非常非常渺茫的。而且谢允也知道自己得救的几率其实很低很低，所以呢，他也彻彻底底的看得开、想得开、放得开了。可是呢，周斐却不一样，他无法接受。无论是用天门锁锁住了谢允，还是为其求药，或者追查海天一色，周斐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在尽力的为谢允求得一线的生机。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这就是周斐九死而不悔的执着的信念所在了。他一字一顿地说道：没有归阳丹，指不定还有归阴丹呢。如果我是你，大药谷也好，海天一色也好，我都会一直追查，查到死。就算最终功败垂成，我也能闭上眼了。20年后还能顶天立地。这番女汉子才有的肺腑之言，就是爱的最深的表现所在了。于是乎，周斐算是拼尽了全力，为谢允谋得了一线的生机。这让谢允也甚为感动，分外的珍惜起来了接下来的日子了。那四季相守、五湖石烂的想法也越来越强烈了起来了。因此呢，谢允如果没有周斐的那番决绝明智，没有感同身受的鼓舞和感动的话，很明显只怕他肯定成不到那最终解毒的幸运的一刻了。八方海枯，九死不悔的爱情，说白了就是愿意去同甘共苦，愿意去同舟共济，愿意去相濡以沫。貌似复杂的爱，其实就是那么的原始，那么的简单。即使人生的道路再艰难，即使未来的日子再辛苦，只要两个人依旧彼此之间深爱着对方，愿意为对方付出自己的所有，包括自己的生命，愿意跟对方齐心协力担起重担，就极有可能爬过绝望的雪山，走过死荫幽谷，等到那熹微光明的那一瞬间。爱情就是六六相挺，7年不养，八方海枯，九死而不悔。只要彼此深爱对方的初心不变，那么爱情就极有可能最终收获明天，收获硕果，收获一切所想不到的珍贵稀罕。有意思的是，现实中的王一博和赵岭同样也是骨子里面就是源源不绝的那股子永不言败和永不放弃。两个人对各自好友的肝胆相照、义气相挺，颇有云匪上身、江湖儿女的真实的画面感。当这种真实感折射到了爱情的湖面上的时候，其实都是光晕粼粼、无法言喻的美妙感觉了。这种感觉您感觉得到吗？第三就是四季相守，永不分离，我的眼里只有你。周斐的人设是为人仗义，长得漂亮，侠骨柔肠。
这么样的一个女生，注定是很受男生们的欢迎的。于是乎，在剧中，除了谢允之外，还有别的男生都不约而同的喜欢上了这个周斐，例如朱晨和陈子琛。陈子琛到底喜欢的是周斐的这个人呢，还是她的美貌呢？或者是她背后的江湖和地方的势力呢？相信您也有自己的答案的。而朱晨喜欢的就是简简单单的周斐这个人而已。朱晨甚至为了救周斐，甘愿牺牲掉了自己。这种爱也是聪明的周斐肉眼可见的那一份的感动了。然而呢，因为对谢允动了真情之后，周斐的心也慢慢的变得细腻了起来了。他非常的明白朱晨的心思意念。然而呢，在他的眼里，已经只有谢允了。因此，从此以后，其他的人或者其他人的喜爱，都不可能让他再次的分心，再次的分神了，再次的影响到允斐之间的感情了。作家席勒曾经这样说过，真正的爱情是专一的，爱情有领域的，是非常狭小的。它狭小到只能容下2个人生存。如果同时爱上几个人的话，那便不能称为爱情了，它只能是感情上的游戏罢了。在一见钟情、两情相悦、三生三世的爱情里面，独一性显得那么的抢眼和重要。在2个人的瞳孔里面，只有那个自己深爱着的人。除此之外，其他任何的异性都没有资格去讪笑、去猜疑、去揶揄、去诋毁、去中伤或者去抹杀。这其中包括你，包括我，包括所有带瓜吃瓜的看客们和观众们。从戏里到戏外，我们都无法去揣摩当事人的真实的心情和真实的变化，因为爱情是严重排他的。因此，无论戏里的谢允、周斐，还是戏外的赵丽颖、王一博，他们各自的眼里都是谁？我们这些吃瓜的群众们献上祝福就对了，因为我们压根儿就没有机会挤得进他们的爱情当中去。情人眼里出西施，允斐眼里是真爱。2个相爱的人如果抱定了一见钟情、两情相悦、三生三世的初心和本真的话，那么这2个人的心都已经被爱彻彻底底的给占满了。那么就不可能再容得下其他碎嘴的或者绕舌的人了。当然了，爱情也绝对不是有情就能饮水饱，或者说不食人间烟火的那种世外桃源。爱情同样面对着各式各样的生活上的压力和极限的挑战。所谓同甘共苦，真的就是相濡以沫的时候也能够不离不弃。比如王炸弟弟在电影领域乘风破浪、长空之王的时候，王炸姐姐其实也在遍寻着资源，杀出自己的血路。众所周知，李冰冰和赵丽颖的商业的关系很好，很密切。他们2个人私底下都会串个门、吃个饭啥的。
李冰冰最近又给赵丽颖推了一个电影资源了。赵丽颖在看过之后，合作的意向也是有的。毕竟大势所趋了，造神造王的年代当中，不断的去尝试，总好过七上八下，坐吃老本，或者畏首畏尾，裹足不前。赵丽颖一直都有进军大荧幕的转型的打算，而李冰冰关照赵丽颖，实际上也是在为自己开路呢。据传新电影的本子是个关于女性的悬疑刑侦的犯罪题材，和之前赵丽颖试水的那个迷雾剧场的那部《谁是凶手》有些类似。说到这，是不是人生毕竟还是很玄妙的感觉呢？每个人走了一圈之后，或会发现自己的终点原来就是自己的下一个起点了。人生就是这样，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当你发现这部剧的小苹果居然烂尾收场了，结果呢，命运或许就会为你预备好了一个更大的苹果，让你重新擦亮眼睛，重新尝试，重新磨砺。爱情本身呢，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失之桑榆，得之东隅。如果读懂了新闻我今天胡思乱想的关于云匪的爱情观，那么下一次的收获便是真爱的了。